哎呀，大胖媳妇和他妈在成都干起来了。You don't eat anything. If it wasn't a watermelon, you'll die. Too spicy. Jamie, Steven, Mulholland, that's enough. 完了，你奶你爸干起来了。这特不错。温蒂中国行第2站，我们来到了成都。温蒂他们仨吧，就非常非常挑食。我说你们这样来成都可有点遭罪。温蒂说我不挑食，我只是有些东西不喜欢吃。我说你不喜欢吃啥呀？他说我不喜欢吃动物的血、动物的内脏，除了土豆以外，所有的蔬菜、葱花、香菜等配料，以及所有辣的东西。结果到了成都，第一道菜毛血旺。怎么说呢？刚才温蒂说的今生所恨，尽收眼底了。不能说是阴差阳错吧，只能说是应有尽有。他问我张彩明，你说实话，这菜是不是临时发明出来针对我的？他说动物中他只爱吃鸡，我让厨师辣子鸡做个微辣，但上来还是这样的。温迪问为什么只有辣没有鸡？我说有鸡不太辣，他说太辣没有鸡。我跟外国人关于辣子鸡陷入了无稽之谈，这就导致来到成都之后，他们仨啥也吃不了。我们一起吃完饭，大胖媳妇老得领着他妈再去买鸡块、薯条、土豆泥。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乐山大佛景区，去的时候吧还挺开心，背了一大包东西，怕孩子饿着晒着，想的可周全。但是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矛盾了，景区附近吧全都是川菜，大胖媳妇还特意给他们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和京酱肉丝，但是温迪他们依然觉得辣，吃不了。我还问我说你怎么定义辣呀？微辣、麻辣、变态辣哪个算辣？温迪说我觉得蒜末、葱花、黑胡椒都算辣。于是12个人一桌，仨不吃，本来就挤，气氛十分尴尬。我不要听你们都打桌吧，打桌吧。温迪就问大胖媳妇你就不能给我们找点我们能吃的吗？大胖媳妇说我特意给你点的菜，那2岁男婴和坐月子的都能吃，你咋不能吃？再说就因为你们所有人来到四川，放着川菜吃不了，去快餐店陪你们站着挖土豆的，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母亲。然后温迪就生气了，哎妈，乐山大佛都没有化解俩人的矛盾呢，完生气了，他俩像没事似的，我有点着急，我好像总觉得就是毕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主人我有点上火。大胖媳妇说这有啥上火的？你当年去加拿大的时候，那些加拿大人请你吃的糊土豆子、炸土豆子、烤土豆子等加拿大菜的时候，你也没有预期说那不行，我到这儿别人得领我去吃中餐，得吃小鸡炖蘑菇。我一听我说我觉得你说的对，他们不适应也不是我的问题，我也不上火了，不管。然后过了几个小时，温迪就有点忍不住了，就主动来跟大胖媳妇示弱了。我并不是一个刁钻的人，只是从土豆子到毛血旺，我也需要一点时间。我跟大胖媳妇说，这折腾一天，其实你妈也挺用心，给全家带的这理肤泉 B5 修复霜太准确了，晒红脱皮问题修复的又快又好，没有酒精，像扎铁脸上这样厚厚敷一层，15分钟后擦干净就行，脸上身上都能用，在家出门都备着，像敏感泛红、干燥起皮等等皮肤突发问题都能用。娘俩暂时算是破冰了。然后我发现温蒂他们挑食这个问题哈，其实也好治，就跟小孩似的，他不吃你就饿着他，你别心软，2顿饭之间别给零嘴，饿到位了自己就好。果不其然，下午3点33分许，温蒂花3块钱买了个淀粉肠，嘴硬说是给孙子买的，其实让他吃。温迪说你也得理解，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天生的味觉和中国人就不一样。大胖媳妇指了一下张大铁说也不一定吧。又是1年1度迎接温迪到来的时候，这一次即将向我们走来的不是1个加拿大女人，而是3个，但是其中的1个在机场直接晕厥。他们的飞机是今天11点58落地北京，我们12点到的，一直等到了2点50，快3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都非常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大胖媳妇严重怀疑她的妈妈因为托运的费用之类的小事跟谁打起来了，涉及到袭警什么问题被逮捕了，特别焦虑。我们一寻思完了，那就想咋捞人吧。这时候3个加拿大女人热的跟烤地瓜似的就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说咋的了你们？温迪说你靠，也就是大胖媳妇的小妹妹，出了机场就热吐了，等行的时候都晕过去了。她在机场吐了3次。温迪是第1个过海关的，看完她这个有效签证，她第一脚迈入了中国国土。她后边的女儿刚要过海关的时候热吐了，温迪呢想回来照顾她，但人告诉她的中国入境签证是单次往返，就是说现在脚迈过去就回不来了。最后他们还是出来了。今天北京27度，但是看着仨都快晕厥了。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女子本来头发基本是直的，热成了卷毛，但是接到他们大家都很开心。唯一迷糊的是张拿铁，我们都说要去接奶奶嘛。拿铁去的时候吧非常开心，因为啥呢？就我妈就孩子姥姥，不知道为啥非得让俩孩子管她叫奶奶，拿铁就以为铁岭的奶奶来了。而且他还坚定地认为，就机场这儿好几百号等人出来的人都是来等他奶的。结果人一出来，此奶非彼奶，他也不是铁岭人，他也不说铁岭话，叽啦哇啦就是一顿叭叭。拿铁不是很开心。这是什么声音？他们在说啥 Evan, yes, this is for mommy. 不懂。然后继续我们1年1度的壮观流程，那就是送出来自加拿大的礼物。首先，温迪十分隆重的给2个孩子一人一个绚丽的鼠标垫、主标垫。Elephant. 哎呀妈！ Elephant. 哎呀妈！哎呀妈！哎呦我的妈！ Blue turtle. Pink turtle.
这是活我吧，这是洋娃娃，洋娃娃。温迪这次比以前真的是大方多了，还给我和我爸，也就是他的哥哥，一人买了一袋三文鱼，告诉我是烟熏的。奶奶给我买的烟熏三文鱼，烟熏的。我吃烟，我吃烟。那么熟悉我的观众可能知道，去年温迪来呀，给我妈她的亲家母送了一个碗，大概是义乌产的，卖到了加拿大，又被她买了带回了中国。她把碗送给我妈的时候吧，我妈家里有4个一样的，所以我妈觉得温迪非常不懂事，非常不开心。温迪走之后，我妈跟我说，我告诉你，我就是看白求恩的面子留着他，要不当面我就给砸了。后来我想让我妈消消气儿，我怕她真给砸了，我就把碗给拿走了。温迪跟我们打视频，发现那个碗在我家，问我怎么拿走了我的碗。我说因为我太嫉妒你给我妈的碗，太漂亮了，所以我横刀夺爱给抢走了。于是温迪这次来带了2个，跟我说为了保证你不再抢我给你妈妈的礼物，我给你们俩一人买了一个，还是那个店买的。我说这是啥呀？温迪说这个艺术品，你感觉它是啥，它就是啥。我说我感觉它像大号开塞露，大号开塞露。到家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就是热的呀，特别难受。我都开空调了，还是觉得不够劲儿。温迪就要喝冰水，我去拿冰块，拿铁薅着我不让给，非给他奶上热水。他喝热水，他什么不水？他什么不水？我妈前一阵被误诊了，我婆婆温迪一番安慰，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我妈对她的印象。以前就是有点烦，现在是真的恨。前几天我妈来北京检查，医生跟我说我妈肺部像是恶性肿瘤，当时给我吓完了，我就找了很多医生看，最后才发现是结长得有点奇怪，但其实是良性的，没事儿。但是你能想象当时被误诊的时候，那我家真是就是愁云笼罩啊。然后这温迪一听说，立马在俺家群里给我妈发微信，就是外国人非常标准的那套慰问。Oh, I'm so sorry， 就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我就赶紧给温迪发私信，我说温迪，你现在少说点这些虚的，你就表达你理解他。温迪说我懂，然后跟我妈说，我嫂子哈跟你得的是一模一样的病，去年没了，从得知到走4个月，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的恐惧，说没就没了。我赶紧给温迪发私信，我说温迪，你看你能撤回不？如果不能的话，你能不能不说你嫂子跟我妈一样的地方，你强调一下你嫂子跟我妈不一样的地方，我求你了。然后我看群里温迪立马补一句，但是我嫂子是一个墨西哥人，墨西哥人。就是温迪他也不是不关心你，但是他完全没有说吉利话，别说忌讳词这种概念。所以对于他们，就你要是跟他生气吧，那结局只有是你跟他们生气。我知道他这个特点，因为当年我结婚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把他的婚纱邮过来让我穿，跟我说的是你一定要用我的婚纱，这个婚纱我妈穿过，然后离婚了，二婚时候还穿的它，然后又离婚了，然后给了我，我试了很多次，马上结婚了，未婚夫跑了，我就给我妹妹，我妹妹穿过一次，但是到那为止，这个婚纱就再没被人穿过。我说因为你妹妹又买一个婚纱，温迪说不是，因为我妹妹去世了。这个婚纱经历了3个女人，多有故事，多有历史。我一算，这不光3个女人，还有5段婚姻呢，5段婚姻呢。所以以前吧，我还在想，是不是他们就对外人这样，就不在乎咋说话，对自己家人不这样。直到上个月，我小姑子妮蔻出了场车祸，住院了，轻微脑震荡。我在家里的群里正搁那码字想怎么慰问呢，我公公布莱恩啪一条信息，妮蔻今年脑震荡第2次了，爸爸先不去看你了，但是下次如果你直接进 ICU 了，爸爸考虑一下。So did they recognize you at the hospital? Frequent flyer miles? 给我镇住了。我要问大胖媳妇，我说你们的慰问方式就一直是这种诅咒型的吗？他说那你们碰着住院的，你们说啥呀？这时候你说啥也不对。我说我们直接往枕头底下塞钱。大胖媳妇说那还是不要了，他开车1年出好几回事儿，那咱家这2年出入挺平安的，你这种事儿跟他们可卷不起。哎，你还真别说，我开车这2年还真进步了。刚学车时候我也不会停车，但现在有蔚来 ES6了，自动泊车就是轻松搞定，而且 Now Me 还支持语音互动，播放喜欢的音乐，座椅按摩、加热，一切都不在话下。我觉得妮蔻再来可以整一辆，这2天他可以选颜色。不光我妈，我爸也深受其害。前2天我爸我还有大胖媳妇一起坐飞机从沈阳回北京，中途有一段就特别颠簸，颠的我都要吐了。然后我爸就非常紧张，手握着把手，人非常焦灼。大胖媳妇贱了吧唧，啪打我爸一下。昨天晚上我说加盘小龙虾，你说嫌贵，现在你后悔不？我爸根本不听他说话，还是非常害怕，自己捣鼓。你说飞机上这降落伞都好使不？万一我这个不好使？大胖媳妇一把把我爸抱住了。没事，爸爸，用我的伞，我抱着你一起飞。哎，但是我不敢保证啊，落地的时候要是你先落地，我可能会把你压死，把你压死。